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不管是谁的啊，地主的、贫农的都算，然后归政府所有。然后这就是政权通吃了嘛。流氓无产者向来是容易打头阵的，因为他最没什么可失去的嘛。同时又最少顾忌，然后他们一打头把那福财一分，你想想，那后边人看着不心痒痒吗？我不分，他也分了，我损了谁了？那些人已经损了，不能都让这些人拿了去了，于是也跟着上来。抗战胜利的第2年，中共中央5月4号发出指示，叫5·4指示，那个悄悄的把这个减租减息改回了没收地主，又开始收拾地主，又开始收了边需要动员那个农民参军参战呢，可你没好处给人家了，于是那个中共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为什么呀？因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分再分，你还剩下多少可分的吗？剩下那点不够分了。可是你要动员贫雇农参军参战，你又非得给人家好处，需要土地不可，于是就开始动了中农的土地的主意。1948年的1月决定，强调我们要联合中农，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地位，错化的这个阶级成分的错化，改正，退还财物，稳定军心，稳定党心，这就是 1.6 版。1950年6月建国了打天下改为坐江山了。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同时注意保护富农，保护中农，发展经济，这就是 1.7 版，要政经兼顾，不仅注意政治目的，还要注意经济收益了。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里搞了3次半土改，城市土地1982年有一次宪法修订，以前的城市土地归谁是模糊的，我们家住的我们家房子，这院子就是我们家，这有房产证，有土地证。1982年宪法修订宣布全部的城市土地划归国有，这是无声无息的一次土改。实际这次土改，你想想全国全部的城市土地价值多少？是多少钱这个土改的价值大了去了。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建立1949年建政的时候，不说的是第一件事情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这个政权，然后要这个农民工人要翻身做主人，翻身做主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对，那你得总有自己的产权吧？当然，之前的学者，比如像许成刚老师，他就说中国从来没有私产，没有私权。所以中国就没有这个市场经济，就最基本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你的，一切都是政府的，一切都是党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2个问题，一个是皇帝他可以说这个土地是天下就是他的，当然他的这个权利的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天赋予的，他要反复证明他自己拥有这个土地的合法性。那共产党他哪来的这个分土地的这个合法性呢？当然他可以说他是公民大家的利益的代表。我的问题就是第一，这个到了中国的这个土地土改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凭什么觉得他们可以分土地呢？因为这个土地并不是荒地啊，它是土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从地主从原来有土地的人的手里抢过来的土地。所以我就怎么觉得这个中国的目前的这个土地制度还不如当年的黄土制度呢？我的两个问题和两个感慨吧，您讲讲这个土改吧。我也知道，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说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政策就是
反复翻腾这点土地呗，一次一次的翻腾，一会儿收回去，一会儿给你，一会儿卖了，一会儿不让你卖了，然后一会儿让你买商业住房，买了以后让你交税，一会儿又不让你交税，一会儿鼓励你买房子，反正您把中国现在的这个土地制度给讲吧，我是特别多吐槽和提问的点。你这提了好多问题啊，咱们一个个答。是。最开始你说那个许成刚老师说那个中国没有这个私人土地啊，那个都是国家的，这也有道理。但是这是有一个剧烈的争论的，就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私有制，还是都是国有制？从建国前，从那个很早就有这个争论。我最后再说啊，咱们先说事实，然后再说概念啊。那个争论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就是这是一个挺有价值的争论。咱们需要把这争论最后回顾一下。但是现在先说这个土改哈，土改你等于你刚才还在问那个他凭什么土改？那就是这等于土改的条件哈，凭什么啊？那个每一次都是土改啊，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不仅共产党土改，国民党也土改啊。国民党在台湾搞的那土改声势很大呀，而且相当成功啊。再往前说，王莽也土改，咱们刚才说了嘛，本来都是私田了，他就改成王田，名字就先改了，叫王田，闹清楚啊，这是我的啊。然后那个多了的怎么办啊？少了的怎么办啊？那王莽的那个土改的规模很大呀，而且这是他自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说啊，第一个是王莽土改，第二是共产党土改，第三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这三项土改跟刚才说的那个皇权就黄土公示哈黄土公示都是皇帝的土地啊，对啊，我自己爱怎么用怎么用啊，所以是这个成本相当低的。你尤其是像那个商鞅变法都是荒田，闲着也是闲着啊，我给任何用法都增加了收益，没有成本啊，这就等于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可是刚才说的那个王莽的土改、共产党的土改和国民党的土改，这三项土改它原来都有了田主都或者叫地主啊。对呀，原来有田主原来的地主产权。哎，你把人家东西给抢过来，不管那叫私产还是叫国有这个分歧，这个定性啊，就是许成刚老师说的，咱们后边再说啊。先说事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你肯定是有成本的，是吧？你抢人东西，你把人家的权利、地权给夺走了。比如说那个王莽的那个土改叫了王田之后，他的一项很简单的规定就是你不许随便买卖土地。这土地我的，你能随便买吗？我给你了，你种就是的了，你不种你还给我啊。那你说一个产权或者土地权利至少包含了其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占有权、那个处置权啊，就是处置权就包括买卖。你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买卖的权利、处置的权利给人抽走了，这土地的这个4、5项权利，你把它想象成一束权利哈，捆了5根筷子、4根筷子，你啪抽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夸砍了一半，这权利明显的这权利束就变形了呀那人家能高兴吗？人家肯定跟你要找点别扭，这就不是双赢，就是你赢了，皇上赢了，但是那个受损的那方地主田主他们是受损方。所以你要说那个对比黄土公示来说，土改增加了这个变革这个过程成本，你这么动是比过去要麻烦多了啊。同时也增加了变的这个收益，比如说我把这个地主的地拿来给农民了那地主是受损了，那农民是什么感觉啊？那贫下中农觉得，哎呦，我赚了我得保住我这点地，那我得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变革的收益这个土改本身还有自己的变革收益，比那个简单的黄土公示又多了一个内容，就是那现在还有你说的这个他凭什么呀？那我们就得说谁来主导土改他凭什么？凭什么皇帝主导土改这块我说了算？你要跟我叫板吗？我把你脑袋砍！那个党在根据地干这个事儿
我这块地盘皇上的权力或者中央政府的权力能伸到我的手里来吗？能插到我的地盘上吗？不能。这个地盘我的武力足以摁住国民党，所以我说了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吗？那我这个范围内，你说什么条件？这条件就是我是这里的老大，我是这里的暴力最强者。你不服你来，你来打，你来推翻我，推翻不了，听我的，不服从砍了。那你就得认账嘛。那什么东西都没命大，是不是？你要把我这东西拿走就拿走吧。这就是谁能主导土改。谁能主导土改的前提就是不管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就是我把天下打下来了，我坐着江山的。那国民党引入党国体制之后打了天下，坐了江山，那莫非王土就成了莫非党土那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那边是国民党的党土，我自己的这个根据地里搞土改，这是我的共产党的党土红色割据，我这个地盘上的土地，所以你可以说，这我们就对那个黄土公示又有了第二个补充和修改。第一个补充修改就是改革的过程会有自己的土改收益，那个第二个修改就是黄土并不见得就真能够控制，还得说这块我是老大你的手伸不了那么长，这块我的暴力最强，我的武力足以维护我这个地方推行我喜欢的制度和政策这就是那个这咱们还是说具体事儿刚才说的都是理论，都是空话说具体这个究竟这个我们现在咱们不说，刚才已经说了那个说了那个王莽的没说了咱们就说这国民党的土改又是一个长故事，台湾怎么搞的咱们就说我们的这党是怎么搞的。中国共产党这土改，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里搞了3次半土改第一次就是夺取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这叫耕者有其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第一次土改。第二次土改是把私有土地归大堆归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土地又收回来了，这是第二次土改。第三次是大包干，把已经归大堆的这些公田集体所有制的田再分给农户经营这就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有人说这就是分田单干那个这个所有权没分，但是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还有部分的转让权分了。所以你认为这个公田分给农户经营大包干实际上是有几种小项权利的私有化的特征，关键是这个收益权归你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这不就是大包干吗？这是3次土改，还有半次一般人都不知道，就是刚才说的都是农村土地城市土地呢？城市土地1982年有一次宪法修订，那个宪法修订以前的城市土地归谁是模糊的那个我们家种着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住的我们家房子，这院子就是我们家，这有房产证有土地证，那个属于官有的土地，比如说北京进了城了，原来的那些王府皇宫衙门那些都是官家的，那个土地也就是官田官地，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一个胡同里这院子都是民田民地都是民产。1982年宪法修订宣布全部的城市土地划归国有，基本都是没什么波澜，这事儿就完成了。这是无声无息的一次土改。实际这次土改，你想想全国全部的城市土地价值多少？是多少钱这个土改的价值大了去了。当时我就记得那些年北京这个所谓旧城改造嘛，当时
特别有名一案例，那个华新民，他一中法混血，他们一群人就是一群那个北京老市民，在保卫那个后来给拆掉的，就王府井后身的那几条胡同，然后他们就给拆了的同时，又卖给香港的马会嘛。就不是被那个陈丽华那集团就给买了，当时就闹得非常凶。这一件事儿就是好多当时那些胡同里的那些院子的居民就拿出国民党时期的那个房契地契，就说我住的这个我是有房契的。结果法院要不就不受理，受理的告诉他们就是说82年宪法改了，所有的这些只要是北京城里的房子都是国家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是国家跟陈丽华集团的关系。然后这国家是怎么着，就是另外一件故事了，就是什么中国什么土地开发集团、北京城建集团，就是什么，这就后面这故事了。所以您一说我就明白，但当时好多人就特别特别震惊，就您说的这个悄无声息的就完成了，好多北京市民当时就拿出来就告，就拿出当时那民国那房契，说还有那图呢，还有土地图没用。说根据宪法这些都是国家，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事儿就完成了。我这就是 echo 一下您这个哈，我一说起土地的这个槽点太多了，所有关于中国的这点事儿全翻出来了。其实就是土地，就是82年宪法修订全部城市土地划归国有，那个里边还是有争论的。待会儿后边咱们按照顺序讲啊，讲最后这半次的时候，我再讲那个细节。那个争论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我们先从前头讲起。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土改，对，你看第一次土改我们叫第一个版本哈，这土改 1.0 版哈，然后第二次土改叫 2.0 版啊，第三次土改大报告 3.0 版，我们要加上标号加上标号之后，我们还可以在每个版本中看到多次调整多次进退。比如 2.0 版集体化，我们就知道里边有什么究竟公设制啊，还是3级所有对为基础啊，还是那个哪个是基础啊，大队啊还是小队啊，这里有很多调整我们就把这个一加上这个版本号，你的 1.0 版后边就 1.1 版、1.2 版、1.3 版，反正就好多次级版本每一个版本每一次调整都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我们要说这个网土公示，或者是黄土公示，或者土改公示，就得细说每一次的版本土改，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收益是多少每个版本让谁受损了，谁受益了我们就得细说这个。好，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土改的 1.0 系列1.0 系列就是那个大土豪分田地从这个系列是从1928年开始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叫井冈山土地法，从那个土地法开始，一直到1953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基本完成整个这就是 1.0 系列这 1.0 系列之中有7个次级版本 1.1 1.2 直到 1.7我们就先说把这几个版本细说一遍，然后再说每个版本的这个收益和成本，谁吃亏了，谁受益了。1.1 版就是刚才说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不管是谁的地主的、贫农的都算，然后归政府所有，然后这就是政权通吃了嘛，谁都没受归政府所有，政府拿走。然后政府呢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或集体耕种，这里保留了集体这个成分，你可以自己干，也可以建人民公社，可以建后住组然后呢，那农民不干呢，就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劳动，土地禁止买卖。你看看，这就是井冈山土地法，这土改的 1.0 版，没收一切土地归政府，政府受益了，所有有地的人都受损了，都被没收。建国以后那个土地归公其实也就这样，全面集体化，这里就有大量的受损者。当然原来我没地，没收不着我的，我分了地了，这就有受益。但是你看多数人是有地的呀，多数人得有地，所以多数人受损大量的受损者
却没有大量的受益者。这个条件下，政府几乎是与所有的人作对。你说这种土改能走多远？走不远呐，它很难走啊，没受益者，谁有这积极性去干呢？啊，果然1年之后，这个版本就推不下去了，就到了1929年，就是 1.2 版就出来了。这 1.2 版是叫新国土地法。这个新国土地法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就是那什么祠堂的那些呢，学田的、天哪，庙田的，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你看，不包括贫下中农了啊，没收了公共土地，公共土地基本没主，都是代理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那些人那个人口数量一般的不过5%啊，这是团结了95%以上的人呢啊。然后将收归政府的这个以前是没收了以后归政府，现在改成分给贫雇农，有了受益者了。这时候你又看到党政权力退居2线。以前的那个第1版叫政权通吃，现在呢，这个版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推到第1线，让地主阶级受损，让贫雇农受益。有了贫雇农的支持，这个运动推进就容易多了啊。即使当时很多人心里有障碍，不分啊，那个不敢分，觉得下不了手，那找一批你刚才说那叫流氓无产者啊，流氓无产者向来是容易打头阵的，因为他没什么可失去的嘛。同时又最少顾忌，然后他们一打头把那福财一分，你想想，那后边人看着不心痒痒吗？啊，我不分，他也分了，我损了谁了？那些人已经损了，不能都让这些人拿了去了，于是也跟着上来啊，然后再加上那个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是谁养活谁，劳动创造一切价值，那地主凭什么？他劳动少，都是你们劳动，最后他过得比你们好。这个一动员，这个阶级觉悟提高了，就开始分地了，大土豪分田地。有了贫雇农的支持啊，有了这种所谓的新的看法，关于剥削，关于那个劳动的看法，有了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调动出来的阶级觉悟。于是参军、参战、保卫土改成果，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共产党。在直接的意义上，贫雇农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实际上，在间接的意义上，共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一下从一无所有，除了枪杆子、笔杆子没什么，变成了有人跟着他干，而且这里有了大量的那个物质财富的收入。这是1.2版。是1929年改，然后1.3版是37年。这个版本的特征就是减租减息，不分地了，减租减息。为什么呢？就是1937年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然后国共合作，国民党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到处搞那个你们的那一套，没收地主的土地啊。你那个把那个整个基本的这个制度就破坏了，不能没收，停止没收土地，不能搞这阶级斗争。然后那共产党就说，那我们减租减息，减租减息那个就比没收土地降格。然后这时候中共中央就把团结抗日推到了第1线，阶级斗争退居2线。贫雇农的受益减少了，但是地主的受损也减少了。尤其是经过这样的调整，国民党接受了这样的政策，可以跟共产党合作了，而且向共产党发军饷啊。那原来打地主带来的收益，现在有中央政府发军饷了，那个共产党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1.3版减租减息。1.4版就是抗战结束的第2年，日本人走了，国共矛盾又回归，又打天下，又夺取政权了，于是有回归阶级斗争。这个
这就是1946年46，抗战胜利的第2年，中共中央5月4号发出指示，叫5·4指示，那个悄悄的把这个减租减息改回了没收地主，又开始收拾地主，又开始收了啊！但是注意啊，不叫没收地主土地，但是要打着减租减息和反间清算的旗号，然后说这么多年你们都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啊，你们没减租没减息，而且你们有汉奸嫌疑，我们要清算这些，我们要把这减租减息补起来。你想想8年抗战啊，如果从那个9·18那说起，那是10几年，那个利息多少，那租子多少，这跟后来的这个追缴税一样吗？对，应减未减的租息的方式去跟你算这个土地，那您的土地还值钱吗？很可能还欠债呢。于是没收土地，反间清算就更不用说了。你是汉奸，我留你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地嘛？汉奸的土地就该没收，一切财产都该没收。用这样的方式，从减租减息悄悄地回归到没收地主土地，然后阶级斗争又悄然地取代民族矛盾回归了第一线。然后在新的这个割据地盘上，地主受损，贫下中农受益。那最大的间接受益者，那当然就是党。这是1.4版，从1946年开始。1.5版，1947年10月份，不过1年吧，这又出事儿。这是国共鏖战，打了1年。这1年打得这么激烈，我们这边需要动员那个农民参军参战呢，可你没好处给人家了。于是那个中共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他这时候的土地法大纲的要点啊，他宣布乡村中一切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就是说除了地主和富农的之外，连中农的都算了。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这就是你注意这个，要彻底平分一切土地。也就是为什么呀？因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分再分，你还剩下多少可分的吗？剩下那点不够分了。可是你要动员贫雇农参军参战，你又非得给人家好处，需要土地不可，于是就开始动了中农的土地的主意。最常见的办法是怎么说呢？就把中农也划过去呗，标准啊，就是把一部分中农也划成了富农或划成了地主。本来这个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比如从晋绥那根据地，原来是8%，暴涨到25%，全成阶级敌人啊！你看看，就是意味着又把10%几的那个中农给划进来了，于是阶级敌人暴增。谁是新的阶级敌人？以前的那个土改之后，各村的党员、各村的干部，他们通常分了比较好的地，可以理解是吧？分的地也比较多，过手3分肥嘛，他们以前就从地主和富农那儿多分了地，他们是现在的新的这个富裕中农或者是富农，你这么一分，等于把自己的原来的这些人再给他们要分他们的地吗？他们愿意吗？他们当然不愿意。领导不力怎么办？各级就党政各级高层干部推出的政策是让贫农团主导这次主改，贫农团主导，绕开基层党组织，就踢开党委闹革命啊！你不仅仅文革中搞这个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次土改1.5版彻底平分土地就是踢开基层党组织闹革命。由贫农团是当时最穷的人，最有动机去分，他们就开始抓人、打人、杀人，没有吊起来，
东西藏哪儿了啊？这就是然后1.5版1.5版个体均分就发生了这些事儿。然后下边就是1.6版纠偏。刚才说这个贫农团主导的土地平分哈，对地主富农或者新划分来的地主富农是吊打、追逼、挖福财、分土地，挖不出来哈，打杀，大量的人口逃亡。你说25%的这个规模多大的1/4啊！啊？然后你想想，这些党员干部家属不是也是这受害者吗？尤其是这些党员干部以前他们土改了，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保卫土地果实了，一下说我们家给抄了，我们家的地给分了，那军心不稳呐。他们是军属啊，党层基层的党政组织失灵，军心不稳，2大成本，你受得了吗？然后那边的那个跑了的那个还乡团啊，反杀报复，多大的深仇大恨呐！回来有机会就抓人杀人，就杀这个平民团的这个，然后活着的人在旁边的人说：“我还敢种田吗？还敢致富吗？富了以后再把下一轮把我又划回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你看这些成果，这些成本，基层党组织失灵，军心不稳，那边的敌人多了，反杀报复，没人敢致富了，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后果都是对党不利的严重后果。这是1948年，中共中央开始纠偏。1948年的1月决定，强调我们要联合中农，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地位，那原来说贫雇农主导啊，现在就换了个词儿，把贫雇农的主导作用降低为带头作用。你带头而已，但是带什么头你得听我指挥，不能你自己说了算。然后把那个错化的这个阶级成分的错化改正，退还财物，稳定军心，稳定党心，这就是1.6版啊。然后再往下叫1.7版，1950年6月建国了啊，打天下改为坐江山了。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然后各地都派出土改工作队下乡，组织农会，发动群众开会诉苦，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同时注意保护富农，保护中农，发展经济。你不能够把那个多数靠自己劳动干活，偶尔雇工的这个种田能手全给灭了，那将来谁去打粮食，谁去交矿粮？所以就开始做了调整，这就是1.7版，要政经兼顾，不仅注意政治目的，还要注意经济收益了。这是1.7版。你看7个版本，这1.0系列的土改，从1.1到1.7，总共呢，折腾出什么结果来？总共这个1.0系列的土改没收地主的土地大约是7亿亩，从几百万户的土地的手里挪走了7亿亩土地，然后分给了超过3亿多的农民这就是这个规模当然有人说这个为了增产，但是实际1.0系列的主要土改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增产不是那黄土公式的那个利益最大化，而是土改过程中的这个收益，挖掘农村的物力人力，支持战争，夺取政权主要的这个是收益最大化。你想想，除了枪杆子笔杆子，共产党两手空空，打土豪分田地呢，这么巨额的收入你像那个能够带来至少4重收益。第一重收益就是获取粮食和福财。这个按照那个土改时候的规定一旦福财和粮食到了一定的程度，首先是供军需，军队拿走，军队用不着的，拿不走的，比如说房屋家具
这个可以分给农民，这是福财。第二是第一重收益，第二重收益呢就获取土地，把这个土地分给农民换取支持。你想想历代的造反者流寇，他们扫过一遍，土过人过，这水过地皮湿，把这个福财都弄走了，地他背不走啊，他没法吃这个收益。所以历代造反者从来没有把这个资源利用发掘到这种深度。党做到7亿亩土地分给了3亿人。你想想，中国当时总共才多少地多少？对呀，我也想问。1949年统计，全国的耕地面积在14到11亿亩、16亿亩之间，不同的统计版本，你可以约等于15亿吧，也就是说，把中国差不多半数的土地拿出来了。中国当时有多少人呢？那也是在当时的统计，49年、50年，那时候人口统计大约是5.4亿，不到6亿人。你3亿人得了土地，6成。你想想，中国那是一个农业国呀，主要的就靠农业呀。你把这个半数的土地分给了半数以上的人口，这种资源动员的水平，这种规模，在一个农业国里足以改天换地，把一个党的土地变成另一个党的土地，把一个阶级的政权改为另一个阶级的政权。这就是这个规模哈。咱们说远了啊，就是其实您这特别重要，就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就是他凭什么，他是为什么能够？其实您这更细化了，等于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他就是能够，一个他有这暴力，而且他是有受益者，他其实扩大了他的政权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当然后来其实变成被统治阶级，但他们不这么说。所以我现在就，其实你已经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好，那刚才说还是接着说啊。打土豪分田地有4重收益。第一重收益说了啊，获取粮食和福财，大宗的民区啊，然后不用的分给农民。第二是土地啊，换取农民的支持，发掘的这个深度是历代没有的，空前的这个深入啊。结果就获取了7亿亩土地，分给了3亿人，这都是当时的全国资源的半数的水平。这是第2项。第3项是打击阶级敌人从精神打击到肉体消灭。在打击的同时，培养了阶级觉悟，铸造了阶级仇恨，扩大了优质兵源用地主的土地资源换来了千百万人力资源，又通过阶级斗争通过这个过程，他建立健全了基层组织，完成了整个的组织建设这是第3项收益。第4项收益就是干这一切的过程中，都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税基。你以前收得上这些钱，收得上这些税，用得着这些人，现在全没了，都跟着我来了一举4得，这真是无中生有，平地抠饼来，这厉害呀要是没有这个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武装，这第2条重分土地你就根本想象不到，也拿不出那个理由来。什么那个剥削阶级吃我们的血汗寄生虫你怎么跟农民说你把人地抢来了？然后第3条就是打击阶级敌人，肉体消灭，同时培养自己的这个队伍。没这2条，没有马列主义的武装，这2条就根本无法想象这就是4重收益。就这种土改，国民政府当时想都不敢想，这是我的统治基础我的土地，我的那个老百姓，我怎么能干这事？而且那大量的地主子弟都是军官呢我怎么能动我自己的基础呢？到了台湾就另说了。所以那个毛主席说，国民党比我们有很多的长处，但是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这就是那个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把7亿亩的党土从几百万户地主手里给到3亿农民手里，这种那个
这就是那个土改的成本和土改的收益，总收益和总成本。至于这个次级版本的调整1.3版是减租减息，那属于阶级妥协；1.6版是反左纠偏，是通过调整土改的力度和分寸，争取利益最大化。因为减租减息不仅给农民好处了，也能换来国民党的合作和军饷，比那个大土豪分田地更合算。至于那土地纠偏的那个版本，那个当时刘少奇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表达，他说刘少奇说搞土地改革嘛，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如果搞得厉害，地主逃走了，就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所以这1.6版本就得往回调，减少，又得打胜仗，又不能增加蒋介石的力量。最后的那个1.7版是政经兼顾，因为做了江山之后要培养税基了，就应该保护富农。但是呢，不能要地主，地主在农民和这个政权之间横吃一道，拿走了50%的地租，要他们干嘛使？所以地主仍然要干掉。这就是那个1.0版的土改的带的轮廓。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凭什么呀？凭的就是只要武力控制了某个地区，有能力在局部压制皇权，就能够在这块地盘上立法改制。反过来说，如果国民党的武力或者皇帝的武力威慑不能深入到田间地头，那个皇权皇土也是徒有其名。这1.0版本就讲完了。